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新锐王牌实力派，出行去享更自在。本节目由问界 M6 行业赞助播出。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同城旅行指定赞助播出。夏日豆巴胺，城趣更加分。本节目由 M 豆赞助播出。欢迎回家，新无名趣味玩法与惊喜盲盒就在 AI 衍生互动空间等你体验。来看我笑，来。太大片了。有点帅啊！走吧，我们去画画啦。桃花坞的旅程将至尾声，朝夕相伴，让我们窥见彼此鲜活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铺开一方巨大画布，开启名为“画里有画”的行为艺术。所有人在这上面画吗？好酷啊！将那些羞于宣之于口，藏在心底的柔软与心意，尽数托付给颜料与画笔。这个毯子上面大家都有名字，就站在那个名字那儿就好了。画什么呀？画自己心里的自己。第一下是画你心目中的自己，画自己想画就行，是吧？但是一定是和自己有关的。然后你走到这边，比如说我这边是亮亮姐，我就要画我心中的亮亮姐。相当于你要画大概17个人，你都要有一个画的时间，行吗？大家？好。好，那我们开始吧。开始，5分钟啊，大家只有。给我帮你吗？我是不是把它涂到我的轮椅上，我就可以有那个轮椅的车印了？但可能得你一会儿开一段我再涂，因为我现在涂不到底下。谢谢 CC。你喜欢紫色吗？喜欢。哦。可以出发了，我感觉。Go。我出发喽。出发吧。我当时用我的轮椅画了一条轨道，因为我以后再也不想坐轮椅了，所以我留下了一个关于我轮椅的这样的一个印记。然后与此同时呢，我又觉得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可能永远都在路上。每当你踏上一段路程的时候，你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你的人生，没准哪个人就成为了你的朋友。所以我就画了一条这样的路，然后让这一次在桃花坞里面相识的这些朋友填满我人生的道路，我觉得很幸福。毕业了。哎呦，太懂了。毕业典礼啊，可不吗？你画清楚啊，学士帽和硕士帽可不一样。没事，哥哥两个都可以。因为我最近为这个毕业的事儿搞得焦头烂额的，所以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毕业，感觉为此付出了好多努力。我画的巧克力，我这次从桃花坞录制结束后回去就要给他过他的9岁生日。按生日来说，其实他不是非常年轻的小狗狗了。我会希望我们彼此陪伴的时间再久一点，因为巧克力真的很可爱，然后我很爱它。我在画布上画了一个太阳，然后有3朵花，太阳是我嘛，然后3朵花呢就是我3个女儿，因为我是一个3个孩子的妈妈。其实那时候我就第一想到的是我家，然后画了一个草原，画了个蒙古包，然后画了一匹马。哇，老肖，你这个有点暗黑风啊！你画的是兔子，因为我属兔嘛，然后我就画了一个兔的身体，然后一个自己刚剪完头发的头，然后因为我就像兔子一样比较好动，但是看到人的时候又会躲起来，比较害羞一点。其实从小就爱画兔子。我画的是在桃花坞弄了一个造海计划，上面有个橘子海，然后就画的这个海，然后上面添了一些大海的蓝色在上面。我这个画呢，画的是一个非常简笔的我心目当中的桃花坞，画了3只桃花，有一个小房子。我画的就是一个车轮，因为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像一个车轮一样，然后忙完这个忙这个，
这样子的画的形式，我觉得很舒服，因为有些事情是无法表达的，但是有些事情你又可以通过很多的表现能看到，比如说一个人的画，一个人听的歌，如果你是一个作家的话呢，你写的文字，所以我觉得画是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那我们这种形式也很好的让彼此有了互动，就是画出你心中的自己，然后你也可以看看你在别人心中你的样子。这个画像真的是哇，好，搞定，就完事儿了。这是我最擅长的绘画方式。我一会儿还有别人要参赛吗？我这咋整？我谁来救一下我？你没有想法？没有。没事，没关系，你心里的自己就是空白。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准备的，我实在是没有了。好像你，很像我。你这个画一看出来就是雪晴。对，这个真的，这个绝对是雪晴。哎，亮亮姐对我都是有一些特殊感情，她觉得我做什么都有道理。真的，聪明的人才看得到的。我们可以开始向右边一位开始旋转。好，来，现在所有人停下手中的自己的画像，现在往右转，往右边走干嘛？就是一会儿你要画别的。我这个是我们15个人的手哎，我们15个人吧，我们一定要同心一起合作，你才可以有一些业态可以做得成。我觉得那一刻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在上面，就是我觉得那种感觉了，桃花坞的感觉了。但是可能我也是领悟错了。没事，我一会儿我这样在这周边，你相当于你的手在中间，我们所有人守护你，再给你画一个大圈，好吧？这个那个可以啊，好吧？好，太好了，我一会儿就来这个。好，来，所有人都往右。我走到每一个人画布之前的时候，我都有闪现过我跟他们相处的一些高光时刻。我想要在我的画笔碰到那个画布的时候，我诠释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心里他长的样子，或者我对他的一个感觉。腾哥，我画了个青蛙跟爱心，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会给爱的人，他的情商跟他表达爱的方式，每次讲话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很聪明。这小蛤蟆真挺可爱，我说我有点想闻身上这小蛤蟆。桃姐，桃姐天天主持，当主持人给她贴个珍珠项链。西西，能帮我个忙吗？来，说。我想在这个房子这儿，就是它感觉好像门边上这块放了个小收音机，但我不会画收音机。西西帮我画了一个收音机，那个收音机是我送给桃姐的，因为我觉得她肯定离不开那个收音机，是她的初心嘛，然后也是她现在我觉得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有感触的一个物件，完美。我这次又想画一个带着那个就是有2个耳机的 MP3。OK。其实我在那个 MP3 里面已经认识龙哥了，里面的前10首歌里面就有龙哥的歌。在我看来，其实那个耳机，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他，只是我们现在才见面而已。堂上能看懂我这个是啥不？能。哎呀，看过专场没？我给他画了一张小床，希望他可以好好休息。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永远不觉得自己会累的人，然后我又给他的那个哈哈后面加了100万。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还不知道徐志胜，或者是还没有听过徐志胜专场啊，还是脱口秀的人，都可以通过各个层面去了解他。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他在每一个领域里，我希望他都能获得大家的哈哈哈。我给小贺填了那个路上的小石头，因为在我看来，那个路好像是小贺的花路，那我希望可以做他路上的那一朵小花。我也希望小贺在未来的行进的道路上可以越来越好。哎呀，我画不好人像。坏了。你说行，我接受了。姐，我想我的脑海里的出来的跟我跟你画的一点不一样哈，没事，能理解。
每个人其实都画的我自己跟他们的一些故事。雪晴姐就是画的她给我讲冷笑话，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酷很有态度的一个人嘛，所以我给她画了一对墨镜。但是我本来想画她那个今天做的头发，确实我画工太差了，然后画成了那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儿，然后我写了一个冷就是因为他是我冷笑话的师傅，所以我就画了这个。我跟雪晴画了一个雨伞，然后雨伞下面有4个人，其实他内心特别想照顾大家，而且一直照顾大家的，所以我就把它画出来了，也是代表有点心疼他。雪晴，我给她了3个表情，一个是笑脸，一个是没表情，一个是生气。这是我在桃花坞我看到雪晴的一个状态，但我是喜欢的。雪晴姐，我给她加了一个黄色的边框，因为她有的时候不会很愿意去向我们表达，但是我希望以后如果她有不开心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保护她的沉默，陪着她就好了。西西，你能帮我给雪晴自己的那个手上也画把伞吗？伞。对。你这活好啊！我指点江山，不错呀。不是，但是我提供想法。是。他说给我自己也画把伞，因为他就是很习惯性的会去愿意给别人撑伞，但他就是老忘了给自己撑把伞，所以我也想让他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小伞，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小伞就行。哎呀，我都哭了。多感人。我觉得大家通过画画，把对彼此的认知和祝福都画在这个画上了，包括大家通过对一个人了解之后，希望他拥有什么也都会画在上面。其实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在情感上都有一些空缺的地方。那如果这个空缺的地方恰好被一个懂你的人补上，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开心。有些东西呢，可能是你预见到别人会看见；有些东西呢，可能你未曾料想会被别人看到。那我觉得这个不经意的这种被看到，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愉悦感和幸福感。给鹏哥这双开门画出来是吗？二哥离那老远还给我接话呢，这妹妹是真爱。我们好像就是在桃花坞，就是在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让在桃花坞这块画布上先画下自己，然后其他人会在你这个画布上增添出他们想给你增加的好多，他们认为哪些美好的事情应该属于你，然后他们就尽尽全力的让你获得和拥有。很感谢每一个作画的无名，完美。我给你画了个脚丫儿，脚丫上开了一朵花，真行，这是勋章。可以。哪个是你给我画的？你要是巧克力脸上的眼袋是你画的，我真的会。是我画的。你这个真行啊！我这么不是画眼袋，我给你画了眼膜。我跟你说，这个眼袋我就猜着是你们之一画的。正常谁上人家狗能画眼袋是吧？我好恶毒啊！咋了？因为这眼袋我猜就是你、辣、雪琴，你们仨3选1画。好人干不出来这事儿，他说。好了，各位，请到座位区坐好。走。哎你的脸好好看哦！哇，你画的啥？你猜猜。你跟我说雪晴姐你画的啥，然后我就猜。我画的是那个 Happy。那我嘴巴是吗？你怎么知道？因为一样颜色啊，姐。你太好猜了吧！真无语，我还心说你怎么这么厉害。雪琴，你猜你那里哪个是我画的 ？Happy。你怎么知道？我刚听见了。听到。哎，好无聊啊！你们都。师姐，你到底会不会唱歌？不会。不会。唱歌从小就难听。你想听什么？唱《因为爱情》。唱你爸的歌怎么样 ？OK。不要，想想你爸的歌。春泥吧，但春泥好难唱哦，不一定是。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好听啊！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
好听，你声音是好听，就是音调有一点点不准，但你声音很好听，很温柔的声音，对，很 nice 的声音。650每个咱上面每个人写650是谁写的？我写的啊，你写的？你写的，每个都写了。我那个没来得及，我一回去结束了。没事，650永远只有3个人。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问号是谁给我画的？哎呀，亮亮姐，为啥呢？因为雪晴在我心中是有无限的问号，就是很想，就是她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就是明白了，懂吗？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想问一下，谁画的我那个2个小人抱在一起啊？我。哎呀，你画的好好啊！对，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哇哦！芹子猜哪个是我画的？那个芹子，这个我是看到它这个圆圈里有3个喜怒哀乐，这是不是可能是芹子是一个有很多情绪的才女？然后我就想，在看到这4个情绪，然后我就画了4个笑脸儿，就代表我当芹子跟我们3个在一起，我们4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4个永远是开心的、笑的。然后结果呢，我发现哎。这4个笑脸呢，是不是可以变成头发呀？然后我就又画了一个大笑脸，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芹子就是一整个大开心。哎呀，谢谢哥哥！哎呀，哥哥，那我也要说，哥哥画的是笑脸，笑脸旁边那一堆好几个哈，那是我画的，给哥哥供老了。行。不是哥哥，他刚刚又表现出怒了。因为我一开始我实在不知道画啥，然后我那个纸是完全空白的，然后看到大家，有的人画的是他们心中的我，有的人画的是他们希望我能拥有的东西，就可以看到大家其实对我的那种了解和关注，就非常感动，非常感谢大家。好，那边是恩利的吗？那个像艺术品的一个。恩利的。我的嘴角加的那2个粉红色的东西是啥呀？那个是我加的啊，因为我看到我走到那幅画的时候啊，恩利的嘴角是比较平的，就没有任何的情绪。其实我把你的嘴角上扬了一些，希望你永远快乐。谢谢哥，开心。哎，那我也分享一下，那个嘴的有一点点偏黄色的那一抹就是我画的，因为我突然想到，或许有一抹关于恩利的微笑是由我带给他的，所以我就在那儿就也画了一笔，反正他就变得越来越爱笑了，这个男孩。谢谢哥，很多抹微笑都是你带给我的。你的那个星星和月亮的耳环是我给你画的，因为我觉得你不是老晚上有很多灵感嘛。我希望你的耳边是星星和月亮，希望你的思想是整个宇宙，你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东西。艺术家，这个也好浪漫。谢谢，你也是，谢谢若涵姐。我看到大家画完我之后，我发现，哎，这就是好，真的很像我，就是好多我喜欢的地方，好欣慰被看到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走向就是，哎，这个是我从没看到的我，没想到别人会看到，所以我觉得。2者都收获蛮大的。哎呀，旁边那个就是我们若涵的呗，太漂亮了，漂亮的一个画。那个眼泪是我画的。那一天也是在这边嘛，不是那个黑小孩的时候。我害怕我有一天出差，拍完戏回家推开门，姥姥如果问我你是谁，我会疯掉的。因为那一天听到很多人的故事，其实都很感动，那若涵是其中一个。然后但是我在眼泪上面画了一个笑脸。我看到了。感觉每一滴眼泪，都是来自于真实的释放，释放了之后就会，回到开心的自己。谢谢哥。爱你是我画的。是你画的。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是看了你的剧，然后你的剧是陪伴了我，就是最难受的孕期。哇！对，希望就是在未来就可以看到更多你的精彩的好的作品，加油！
谢谢。那首主题曲是龙哥唱的，他也陪伴了你整个孕期。龙哥也是我很爱的一个歌手。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龙哥，你画的啥？因为今天那个访问的时候，好像若涵提到了孤独什么的，感觉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有情绪的小孩儿。然后我感觉，当你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难免会有的时候会有点孤独啊，有的时候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就在角落的时候给你用白色画了一个方块，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你这个年纪，在这样状态，我觉得留白也是好事。如果你觉得孤独的话，那就享受一下孤独的状态，然后好好的提升自己。我觉得在未来你会收获更多的可能性。谢谢，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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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圆儿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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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紫色的是什么呀？因为当时盛哥叫我前面画的，他说希望你坐在那里，前面是大自然的风景。对。希望你白天可以看到风景，晚上可以看到星辰大海。好的。然后后面那个小人儿是我们这帮人，那是火柴人，盛哥画的我们。感觉很暖心吧，有一群家人们站在我的背后，只要我有什么，大家都是集体来关心我、安慰我，所以很暖心。在桃花坞真的是，成长了不少。因为一开始我是非常的社恐的，但我现在大家就是也可以看到，我现在可以当着大家这么多人的面跟大家这样说话，就是紧张少了很多。确实，我觉得这次来圆儿姐好了一些，就是她也愿意跟大家说话了。但是啊，就是圆儿姐在房间里和她白天在活动上是不太一样的。你要看完全放松，就是在房间里聊天了，非常可爱，就是憨憨的，非常可爱。我觉得，我相信这个桃花坞这一期呢，真的会成为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旅程。这幅巧克力的作品，这幅巧克力的作品是我。我很好奇一个点啊。那边那个红字是谁写的？谁写那么大的红啊？谁写了个这么大的个红字？红字王子写。非常朴实又直接的祝福，我很喜欢。直打他心里，红是你的命。这话只能你们说。就这样。看完啥感受呀？看完了就觉得红，就喜欢这个字儿，喜欢这个字儿。整幅画最喜欢红。就是感受到了大家对我非常浓烈的祝福，包括那个小手也很可爱，对，然后还有哥哥给我画的小花花，但那个麦克风是什么？谁画的？是夸你唱歌好听。哎呀，肖哥画的，真的吗？期待帮你伴奏。哇！期待你们两个的合作。要收桃花币。他唱歌也收钱。all in 吗？ all in。怎么什么都 all in？ 好，来哥哥的。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其实我画的时候车轮是没有方向的，但是从鹏哥开始，他给我画了一个座椅，然后包括是恩利给我画的龙吗？是。总之就是这两个轮子在大家画完之后，好像这个轮子有了方向，好像感觉这个轮子在往上走。所以谢谢大家，原来我走的是上坡路，难怪这么累，谢谢。哥哥，你看650在你屁股后边拖后腿。啊，是650把我往前推的。哎呀，这楼哥。行，那咱们看看子琪。太艺术了，这艺术品。我本身就不知道怎么去画自己，然后我就想，我挑了几个颜色，随意挥了几下，然后留给大家一起去接着挥舞的一个画面。后面大家的随意发挥，就是我真的是无从判断。
然后我看左下角有一个画台球的，我画的，我猜到是小贺画的。赫尔所有的画作都是走的这个风格。我对人物的这个处理还是稍逊一筹。那个上面那油豆角是谁给我画的？什么豆角？这是你的脚。哦，是我的脚是吧？你的打了石膏的脚。祝你早日康复，爱你哥哥。豆芽，那个豆芽。来吧，梦姐，你给解释解释吧。因为我记得就是他们刚跟我说许志胜的时候，说他头上一个逗号，跟我说这是他那个阶段的一个特点吧，算是。所以呢，我就是多画了几个。我的毛发的那个画风比较特别一点，蛮想知道是谁画的。头发？头发长这样。你刚不是这样吗？是。亮亮姐这幅画上面那只黑手是谁画的？王子王子奇。谁在我的嘴上给我穿了个小鞋啊？那个不是小鞋，是一个哨。这个哨说你像体育老师。哎，阿如娜的这个最上面这个云彩是我画的，然后最上面这云彩，大家注意的话会发现它很像一只雄鹰。哪里像？哪里像？哥哥，我离这么近，我都没看出来像雄鹰。像骗哥哥，不懂艺术你们。对，希望阿如娜翱翔飞翔。那个手电筒是？哪有手电筒？这是麦吧？那是我画的。首先那不是手电筒，另外那是麦克风。确实画的时候有点不好，对不起，龙哥。越画自己感觉越不像。然后尤其是看到确实有人画麦克风画挺好，孟子义那个麦克风就画挺好的。没画好，但是我觉得，赫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个主持也很好，唱歌也很好的人。希望在未来你的麦克风可以越来越大。谢谢龙哥，谢谢龙哥。好。哎，赫，你猜哪个？我是给你画的哪个？你画的呵吧？对，呵，因为我是唯一的受害者。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还有奖状呢。去 MCA 消费。恭喜徐若涵女士获得桃花坞之星的称号，立刻捐出5桃花币给桃花坞公共基金。我捐啊，不行，现在小贺心眼确实，哎呀，长大了，怎么还组成受害者联盟了呢？浑浊的花朵。好，肖哥，面前那个石头，那个是石头吧？山。哎呀，那个山是我画的。怎么了？我们中间有一座山是吗？没有，因为其实我走到这幅画面前的时候，我其实看到了老肖内心的这种活泼和他接触以后呢，他对于做事情的认真。虽然说大家总说他很喜欢新鲜，也喜欢挑战，我觉得他就是有这种韧性和坚毅的这种信念，可以勇攀高峰。我也可以，他也可以啊，我会。打开，对。哦。啊，我知道。我可以啊，看我，哇！我觉得就是他可以攀爬过一座座他眼里的高山，最后会抵达自己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喜欢他，也敬佩他的一点。所以我在前面画了一个山的形状。谢谢鹏哥，我觉得挺好玩。所有的物品，你对他的所有的就是印象，然后在现实中把它作画出来。就会你会开始回想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很多小细节，跟他之间发生了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他会一下子把你很多的这个故事都拉出来。对坐的好像2个小人儿，是不是？我画的，我主要画的就是我跟涛姐那个当时我们俩一起在那聊天的那个场景。叫姐姐。姐姐，快告诉我，姐姐。很暖心，很温暖那一天。那个亮桃桃，那个保洁的那个，保洁那个扫把是我自己画上去的。我时刻不忘我和亮亮的业态。旁边的树叶是我画的。哎，这个工具还真的挺好用的。你的方法非常好。
欢迎大家继续下单啊！还要赢一。三姐画的是没豆腐。娜姐啊，你要蒸豆腐，你等我一会儿呗。我切豆腐了。行，我洗吧。合着这我这边画都我手工。对对对，画了很多我的这个包的包子啊，这个看来这包子挺到位，给它捏上去。这太香了，吃人嘴短了都。对，中间那个是什么来的？谁弄的？中间那个是脚丫子印儿，就是我想的是我给亮姐说的话，只要你踏过的地方都是围绕你，都是掌声。哇，欢迎我们的女主角！噔噔噔噔噔噔！哇！女那个行李箱那几个小人是我画的，那是什么寓意呢，胜哥？你不说你走的时候行李箱里带走几份友谊吗？因为我特别喜欢交朋友，我觉得我是一个朋友，对我来说是一个在我的人生当中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我唯一一个来到咱们桃花坞的理由，就是我一个人带着一个行李箱来，但是我想装走一片朋友的心，这就是我的想法。哎呀！你躺到箱里了。啊，我就想跟你说，里边你的行李箱里能装很多人，会把每个人的友谊都带走，都装进去。我看这个我很开心，就是这2条印，然后你就会发现真的有很多的朋友陪伴在你身边，这是我很快乐的一件事情。谢谢大家。哦，我这个就是画的我的今年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计划，我想干个专场，但是我用蓝色的画是因为我的专场对我来说真的很难。还有谐音梗，大家终于见我这个专场的水平。我自己画了一个哈字，给自己一个祝福啊！我怕别人不画，我怕别人也画一个蓝色的哈，说笑的真的很难。哎，那我下面那个冰字谁给我写的？那是个椅子吗？冰。我解释一下，那不是冰字，那是一把椅子。哦，那一个冰，那是个椅子。因为我看志胜最近的工作场景很多，很繁忙，我就是画一把椅子，希望他累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啊，休息。哎呀，哇，好贴心呢。你也可以理解成是第一把交椅。哎呀，哎呀，我可不是，我站起来了，哥。第一把交椅。我还给你画了那个，就一个箭头，上面完了又指向一个小太阳。就是说天上有大太阳，你是我们桃花坞的小太阳。啊！太阳升起来了，这回。首先，我要夸夸我们桃花坞的那个大家们，我们画了很多太阳，但没有任一个太阳超过徐志胜的高度。大家还是很有分寸的。敏感了，大哥。那个在冰字旁边是我写了一个帅字儿，没有任何人能看见。啊，他帅的太隐蔽了。因为是我用白色笔写那个帅，就像徐志胜帅，你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掉。但是我用的白色是一个很奇怪的颜色，就是白色时间越久，它身上会有不同的颜色，这个帅字会越来越明显，就像我们现在感觉到了徐志胜一样，越来越帅，越来越帅。哎呀，哎呀，哥哥。那个双喜可太明。那个不用看海子名儿，我当时一看双喜就知道是海子了。这谁画？你画的王子琪啊？我。哎呀，涛姐，万万没想到是涛姐。天哪，涛姐画这个喜特别像家长公证了。你不觉得这个双喜应该再往他俩中间那个位置再摆一摆吗？两个人中间的位置。那我待会儿我再给那再加你。
我特别好奇哥哥为什么要对我画了一把刀。这是什么意思？那你还不知道为啥吗？不放心。哥哥对妹夫画了一把菜刀的意思就是说，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谁欺负你，哥哥我们一致对外。如果你要对小浪，我这没有，就是说以后我们一起刀口冲外，帮你阻挡风雨。我那个呢，画的是你们的那个喜烛，是一个蜡烛，红蜡烛啊。这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平常挺冷静的，但是我经常看你，无论是玩的运动也好，还是平常的一些处事风格也好，还内心还是很有火焰的。但是你的火焰又不会伤害其他人，所以我觉得你就很像一个蜡烛一样，又温暖，但是又不会灼伤别人。哎呀，这二哥，谢谢二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给我这么一个正面的反馈的评价，我觉得就像郑哥说的那些话吧，我会继续坚持的。希望未来有一天，也会从一个蜡烛，小小的蜡烛，成为他那一个大太阳，去更多的去温暖别人，更多的人。因为我看那种房子没有人，我就突然想到你说黑小孩的时候，你父母很少陪伴你嘛。我希望能有一个完美的家，这个家呢，可能你的父母没有给你，你未来也可以自己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妻子啊、孩子啊，也是一个。他画了3个小人儿，在那个家的旁边。他说：“你还记得你当时讲那个小时候的故事吗？”他说：“你不是说小时候没人接你吗？”然后他就给我画了3个小人，我当时特别感动，我真的特别感动。旁边是谁呀？阿鲁纳，阿鲁纳的那个。我想问一下，左下角那个手雷是谁画的啊？啊？谁给我画的手雷？那不是手雷，那酒桶，酒桶上面放了个杯子。啊，酒桶啊。然后我希望跟他说的就是，你有家庭，你很幸福，我们有酒也有朋友，我们也会一直陪着你。哎呀，爱你，感动。丝绸是我弄的，哦，就是这样，你就是回家和出来见我们都是粉色的。哎，谢谢。好嘞，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鹏哥。鹏哥也挺酷啊 ，S 这边这4个大宝贝儿是谁呀？是谁画的？这是我画的，因为我到那幅画那儿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你站在那儿，然后很开心，然后我就想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我就想应该是你就是照顾了你身边的人，然后在我的心里面就是你就是一个特别高高的像一个巨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照顾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我必须得给你这个开心找到那个载体，就是下面那几个小人儿。然后有人跟我灵魂共振了，画了个 S 那个超人，那是谁画的？那真好。谁呀？谁画的超人？的 S。哎呀，这个就很直观了，就是胸口一个 S，然后我觉得鹏哥有的时候是我们最高的嘛，然后经常有一种 Superman 的感觉。我也觉得特别符合他的气质。好，鹏哥看完啥感受吧？我的目的达到了，一个人出发，一群人抵达。哎呀，这家伙还扣题了，行。其实我是一个人来到了桃花坞里面，然后认识了这么多朋友，然后一群人抵达。我觉得抵达就是像我们的距离变得更近了，或者抵达了桃花坞给我们准备的一个终点的一个车站，我们在这就结束了这段旅程。所以我觉得这话反而说也挺顺。我觉得可能它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告诉大家我想对你说的话。画画其实它就是一个去表达你内心的东西。有的时候你可能通过语言，你会觉得你很难去告诉他，或者是很难让他想象到一个东西，所以你就用画来告诉他。你用色彩、用形状、用这些东西去描绘一个很模糊的东西，我觉得会让一个人更加亲近。所以我觉得他们通过这个去，可能是告白也好、喜欢也好、关注也好、叮嘱也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好，结束，耶！你知道我给你画的啥吗？我给你画的吃蓝莓。啊？吃完，困难就没了。啊！哎呀，这太好了，困蓝莓，
可以吗？吃完困难就没了。太好了，吃完还没为了你，吃完没困难就没了。把呢给改了一下。我好不容易改的。这是一个传播声最大的牺牲，对吧？吃完困难就没了。困难就没了。你这旁边不能走吗？啊，可以啊，我走旁边走。不行吧？能走吗？可以，走旁边危险。没事。我肖哥帮我清账。这个你闪一下啊。对。爱你哥哥。等我啊，等我啊。哎，我从这儿出去。哎，这里出，这里出。行，反正咋的也得那啥。哎呀，老有劲儿了。哎呀！来了！哎，你这个人呢？怎么这样？我还说，哎，自身真行。好笑不姐我？对，这也说姐笑点了。姐你真容易逗啊！放，然后他就放那个围巾，他就会有这一下。啥意思？不是这总共他就这点配饰，帽子给炫子了，配饰你拿走了，我这配啥呢？就剩个大裤衩子和大背心了。哥哥篮球打过 NBA， 跟你说过吗？他俩做出来的饭容易甜。对。我多一桶水费，你同妹，等我。志成哥，我想吃猪油拌饭。啊，我让裤腾过来给你整。裤腾都那样了，你还让他给我吃？啊，上回他就这样给我炒的炸的蛋。那他为啥不骂你啊？因为我现在还坐在第一把交椅。小杰可是给你高兴了。你太像我的小怪物了，我给你看看。你都没送我一个。乖乖，这个咋真像呢？不行！你看这徐志胜出的周边，这个是徐志胜，这是公司给他出的周边。姐，你香港有熟悉的律师吗？你凭什么告他呢？他把你美化哎，你看，姐更伤人。姐，你有合适律师吗？我要起诉你俩。这是个大活，告诉他。鑫子，哎，你去拍《喜剧之王》，完了我把这个再剪短点呗。咱拍好拍，都没有对手戏，我们就按镜头。对 ，OK。姐，你帮我把这个翻译成那个粤语呗。你要是在那个8号那天放，它可以做一个开场影片。这样短片完就得改词儿，就是你给它肯定变成跟联欢会有关的。他写的很精彩，你改，你看变成粤语。但是我不会标哎。这样，咱们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你一句一句教，你跟着我，好不好？我肯定跟着你的。行，我有戏份啊。你有啊？一龙 ，OK。你是那种全都已经看开了，就老污民回来了，看看他，让他别这么那啥。那就是我现在的状态。那就是我。我要跟胜子飙戏了，那我是你演技碾压他怎么办？你演技碾压他，是这样的哥，他那个角色相对好演，你有情感大于技巧，他就划过去了，那就是他。但是你必须得拉起整个故事的中心轴，就这个故事是否能让观众一眼相信，其实靠你的演技。所以你不要怕你碾压他，因为你是给他兜底的人，正如你们在桃花坞的关系是一样的。拍完之后拍你特完你就收工 ，OK， 哥，因为我知道你性格，我知道，因为你这人拍戏就2条，2条多了，第1条是视光，对，第1条是视光嘛，其实就正常就1条嘛，因为第2条给不出来了嘛，对啊，我第2条你导演就得换演员了，第2条导演就看不下去了，你还在这挺着呢。我花。第一场喜剧之王，把我的摄影师给我找过来，摄影师，我是指导。
开机大吉。来了，来女角来了，来，哎，女主来了，女主来了，女主就等你了，那女主就等你了，快！唔該，这个男演员回位置，演员回位置。哎，唔該得。你俩有对上词儿？哎，看我，走啦。係啊，係啊，去邊啊？去邊啊？桃花坞。桃花坞，係啊。我本来以为他不会陪我疯的。亮亮姐找我，我就去啊，没有犹豫啊。亮亮姐找我的话，她肯定是希望我参与的，那我就参与。但是他答应，我就觉得他真的不一样了，也沒有問會把我弄醜的或者怎麼樣。你還清啲頭髮幣先啦，你還清啲頭髮幣先啦。老來，老來，老來。還有就是他要求廣東話對白也要說得很清楚。你還清，你還清啲。老賴就是在廣東話其實是沒有的，衰仔也行。那傻仔還是怎麼樣？傻仔吧。哦，不是老傻仔。你還清啲頭髮幣先啦，傻仔。我覺得他這次變成了一個很成熟的演員了。哎，唔該姨太，你有我。可以呀、可以 ，OK 的。对呀、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你不是艺人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演员了。下都係啊，桃花坞，搞姨太咯。就剩一背身，完了。你这个整个翻过来吧。来，光翻過來。還清啲頭髮白，頭髮白，這個頭髮老旺，還清啲頭髮白行啦。但是你說對了，你這很標準。說詞兒。還清啲頭髮白行啦，傻仔。夠了。夠了。哇，說得很好啊！太行了，恭喜夢姐。謝謝，希望還能和你們這麼優秀的團隊再次合作。那你留下來再拍2鏡頭。不用了，我不喜歡加戲。快走，走吧。很開心啊，因為很快，我就進景都是一條過，就我沒有想到會那麼快，而且亮亮姐還一直誇我粵語說的標準，挺開心的。没事，盛哥，你看一眼，一会儿咱们哥哥，咱一会儿先拍这个镜头啊，咱先把全都拍了，就这一个造型。所以我俩全程是蹲在这儿讲的，对吧？哥哥先蹲着，你先坐下。嗯，哥哥可以稍微高一点，别直晒眼睛，要不然你这有点太刺激了。哎，对，可以。我努力了10年，就换来跟你对戏。我也没想到，我弄完男一之后，资源降级这么严重。能不能稍微再帮我低一点？我想把这个男主这个形象拍的稍微那个伟岸一点，好不好？哎，我是男主，听到没？嘿嘿。你不是男主，我是男主。我是男主还是谁是男主呀？导演？你不重要。拍谁男主？现在就搁男主，你先配合吧。那我可不配合他。我给他打戏，他不会演戏。他是个歌手，演员是门槛很低的行业嘛，什么人都能过来插一脚。导演，我真的需要包扎了，导演。导演，你们讲戏的，他不会演。哥别笑啊，别笑，忍住啊，哥哥。心疼啊！行，我确实很心疼。导演这么有层次的那个戏，他演不了。我想加一场戏，我拿枪崩了他。我那有个炮吧，我轰了。不好看，你这个光这样这个位置不好看。我感觉没有灯也挺好看。但光也得接呀，因为剩的那个头顶要不要灯？再往这边看一点，哥哥来。过了。这儿，这边，再往这边看一点，哥哥来。可以，就这样。那他这样回形，把整个右脸全部都不沾一点白光，对吧？别动了啊！来，预备，开始。哎，这样行。好，看，够不？够。你还要调整吗？哎，摄影哥哥，我现在不要志胜的脸，我现在这个镜头单独主体是哥哥，我不要看到那个弟弟的样子。其实就车就在这个方向，对。哎呀，我要大说特说，多亏有鹏哥。
冯哥太专业了，而且要求又高。你能再往左调掰一点吗？我要看到他黑的眼球。哥哥看一眼，哎，对，这是帅，这个可以。哥哥能再往右来一点吗？哎，你看这样呢，他右脸就完全不吃光。转一下试试。哎，这个位置，这位置好。好看。可以。可以。调整一下，给胜哥说一下。一会儿你见到大哥你说话的时候，只能动头哦，不动肚子，只动大哥。咱摄影指导啊，对演员演技要求挺高。对呀。这个有的时候还要盯演员表演，他不满意，他就让演员重来。OK， 好，我们再来一个。海子，别停那一句啊，稍微帮我伸的时间再长一点。再长。对，再长点，因为那从你要跳到他 ，OK， 然后从他再跳回你。行。而且他指导演员，指导的又非常准。你刚才那个吧，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太熟了，他躲，还又玩，再躲，其实你预判了他预判，两人最后可能到一块儿了，都可以。OK， 你喊吧，哥，你喊吧。来，开机。OK， 看。好，我们再来一个呗，前面漏太早了。OK， 啊，能不能给我机会？其实还有点忐忑的，试探，哎，躲开，再试探。OK， 懂。真厉害呀，彭导，真有经验呐，太有魅力了，而且彭哥还挺有热情。主要是给小花这个亮相，就是怎么让他帅一点。第一个人物出场，然后8一摇，第二个人物出场，画扣电池，然后8一摇，然后就跳了个轴，这才转。对，可以吧？可以啊，是你的。哎，呵，我们这个一会儿那个什么，因为这里面有镜头是，就是我这次虽然挂名导演，但是我很轻松，都会有彭哥，彭哥太能干了，而且非常专业，非常优秀。新人导演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摄影指导，除非你自己视听非常厉害。非常感谢彭哥，准备把这个导演、摄影都给彭哥挂上，我就搁那陪着就行。彭哥非常好，亮亮姐也非常好，亮姐全程在那台詞指導啊，一句一句指導啊，都係資深教嘅，都係資深教的。哎，可以，都係資深教的。亮亮姐就太好了，一个制片人居然来帮我们擦汗，安妮姐姐。但咱演员演的真不错，咱演员这个一说真给，真得意。終於解決鏡頭落八卦，邊個知啊？老帅了啊，哥儿，你演戏去吧，别朴实了。连这剩那个哥哥这个情绪都给的非常准。你醒一醒啊！你莫回来我。这两个演员也非常好，除了老笑场之外。不行。导演不行，他老乐，导演他乐。我熟人就是这样。再来一点，我把我生命中最上的这小的。他俩要不像那些场能提前半小时收工，但我觉得其实挺难的。你用一门陌生的语言，然后你是没有精力去控制情绪的，你所有精力都在想语言这个事情上，非常好，好演员。OK， 好，辛苦，结束，耶，够了。真帅派，感谢大哥，辛苦了，导演辛苦了，摄影指导辛苦了。那导演，我们今天的工作，谢谢导演，对，辛苦了。行 ，OK， 辛苦，嘉兴辛苦，辛苦。哎呀，谢谢摄影师，谢谢制片人，谢谢导演，哎呀，辛苦大家，辛苦大家。哎，腾，今天我们问咱们仨谁的话最多？你排个序吧，你排个序，你第一。你拉倒吧，你话最多。你看，拉倒吧，他话最多。你说他是老污民，你说那咱敢说啥呀？他大哥二姐都回来了，咱也不敢吱声。没有二姐，我是二哥。但我说实话，我认真的排序了。你排？小贺第一。那不可能。你第二。你是把我俩，你洗澡的时候，我们俩讨论那些什么康德呀，我们聊那个我与地坛呐。你如果没听到我们俩讨论这段，那我们俩一定没听你多。对，我俩聊就是创作，就聊创作。你俩聊康德，唯一就是吃这个是健康的。吃这个健康的，吃这个健康的，有哪些是不健康的？你俩这是文化水平聊什么康德？聊康德。
我俩现在就主要都聊聊康德呀，聊聊康复。打台球，打台球，我要打台球，我也想打台球。我给节目组谈判。我觉得桃花坞把台球脱离于污民的生活是一种非常错误且不道德的行为，令人发指，令人愤怒。呸！哎呦，呵，咱还没录完呢，不至于，不至于。所以我们在这是仅代表全体污民中的3位，要求谢迪奎导演还我台球，还我台球，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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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韩系的玉子，特击台球1小时。yes，打台球，打台球，我要打台球。去吧，孩子。人啊，一旦染上台球瘾，就完了。他们把其他都撤走了，我们要2张台球桌。什么叫得寸进尺？二哥玩，快点，50一局，50一局，你敢跟我赌吗？你接吗，圣子？我太接了，就这一把回本。哎，妹妹，我说什么？他不会。对，二哥打台球的时候，哈，小何还上小学呢。牙牙学语，那时候我没那么大吧？什么意思？这就辣姐能进，你进不了的。心理战术好狠呐！哎，有侥幸心理是你跟我打台球最不应该犯的错误。没事，我看到你这个状态我就放心了。继续保持啊！今天状态确实有点差，我今天也是，但打你足矣，不然早就把你赢了。太有样了，小何。哎，我不会还要输给他吧？拼了，必须拼！别拼！人不拼球枉少年。这波一定要防，不防的话你吃亏。你吃亏！二哥，我打球的时候你还在牙牙学语，我打进黑八的时候你还在嗷嗷待哺，你还在嘤嘤嘤。胸腺。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一遇到他就不会打球了，心态失衡。他干扰我，他用幽默打扰我。这事儿他收了，我不跟他玩了。结清。我都不想接受你的采访了，今天。我到底怎么输给他的？没事儿，贺，胜败乃兵家常事。谢导，你没事破什么例让我们打台球啊？今天跟着问界 M6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靠谱的伙伴守护你一路前行，一起去找世界为你预留的那份惊喜。小易，我在。打开前排零重力座椅，问界 M6 新锐王牌实力派，出行去享更自在。走啦！
咱们现在那个布置的老厉害了，老厉害了。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黑的房间。然后呢，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坐这儿，而且啊，你会感受到那种聊斋志异的感觉。请敲门。来了，来了，呱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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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欢迎来到聊斋志异。来。浪费时这时候就会做一个特效，这个会自动飞到你这儿来。瞬移到你。3、2、1，走。灵气会护着你的周围，你现在有感受到那种就是整个人，你先深呼吸，来，吸，吐，吸，吐，吸，吐。刚刚这个上面是没有多肉的，这是你用你的灵气种出来的多肉，看到了吧？看到了。聊斋志异，说出你的故事。OK， 请说吧。请问这个波动的风能不能关掉？太冷了。哦，太冷了，稍等稍等，给点时间。快把我的热情给吹灭了。马上马上。吃瓜，听听海子说什么，看看徐志胜他们怎么行骗。请说。我有个朋友，我是青梅竹马。我们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跟你是否有过情感纠缠？很深的一个情感纠缠。是恋爱方面的吗？不是。那换一个故事。说来听听。我这个朋友吧，他从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他有个梦想叫明星梦。6年级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他特别想去北京，然后那会儿我就告诉他这太遥远了，这个梦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但是呢，他还是怀揣着那个简单的梦想跟他的爸妈讲了，然后他爸妈就说好啊，那你去吧，但是呢，我觉得我朋友的爸妈也觉得这太遥远了，所以只是口头上答应他了，但其实没有。是否有金钱上面的支持？6年级那会儿没有。我觉得他这个故事看起来像真实的，我先给个夯。我也给个夯。你获得了20桃花。20桃花币。果然。继续。来。然后呢，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们还在联系。那会儿他突然跟我说，他有个机会可以去北京。然后我就告诉他，坚持他自己的梦想，所以他来到了北京。结束了。结尾略拉。太拉了。结尾太拉，必须给出一个大大的拉。就结束了。还有，行。那么中场休息，我们先问出来，针对于你这个故事，我们提出3个问题。3个问题。最近一次心动是什么时候？啥子？这跟我刚讲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啊？哦，我那个朋友的故事真的一点不重要呗？不是，很重要。我们3个问题完之后，你再会讲解那个朋友的故事。OK。好，最近一次心动是什么时候？我，最近一次心动，逃跑的时候。心动？对，异性的心动。对啊。那你逃跑的时候对哪位异性心动了？我会选择。我们又有了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对小辣是否有过非分之想？
对小娜是否有过非分之想？我觉得，在一段健康的婚姻当中，它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太拉了，太拉了！你如果这种问题，10个桃花币，10个桃花币，桃花币扣完，扣完了。好，哎，请麻烦您继续讲你的故事。好了，我们现在中场选手结束，继续讲你的故事。继续讲你的故事。我有个朋友，他来到桃花坞。男女问题是不是得问点工作上？问点工作上。对，你讲你讲你的，你讲你的，不用管我。尊重一下 SSVIP 啊。你们要不直接问问题吧？我的故事，我感觉我男朋友的故事没有很重要，他只是提到一个过度的重要。不用，因为我们现在我俩要小问题。对，我就打开这些问题，你先讲。你先讲。咱们得问点尖锐的，咱不能当着人面上聊。啊，你现在继续讲你的故事。我听你们俩想几个问题呢？怎么来之前没做点功课呢？没，继续。我们问题只是随便问，但是这个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听你的故事。我们是个很正经的栏目。这不绝对和故事相关。我没有故事了。你好，随时为你举小牌牌。咱那个朋友到北京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咱这个朋友到了北京之后啊，他当时跟不认识的人合租。我说我要不要去北京陪你？他不让我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当时回到家的时候，因为他当时在北京。针对于你刚刚的故事呢，我们有几个问题。你最想合作的女演员是？我举一个啦。请回答。不许说理由。不许说梦姐。然后90后。我现在确实这个问题问的我有点发热，这空调能再重新开一下吗？我全身发热，给它开，汗流浃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当然，我们问你的问题可以，如果你选择不回答的话，就交50个桃花币就可以不回答。对，就是意识到他们主打就是一个骗钱。从我进去开始，我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每一个问题都让我汗流浃背。最近一次心动是什么时候？对小辣是否有过非分之想？最想合作的女演员是？害怕。这可是50哟。5、4、3、2、1，得扣了，没办法。不，我知道，你再给我倒数5秒钟，我立马说出答案。5。毕竟我作为一个综艺的新人吧，我无所畏惧。下一个问题。这一次来桃花坞，你觉得开心吗？开心。给他一个拉。给他一个拉。请问你们俩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还是为了捞钱？是以爱情为基础。给他一个拉。给他一个拉。你在桃花坞结束之后，是否还会继续和我妹妹保持联系？那你在其他节目上最不想遇到的污名是谁？因为在桃花坞中，您的内涵和才华可以排到第几位？倒数第3位。那你说他倒数第1位和倒数第2位是谁？梦姐，给他们一个号，给梦姐一个号。在桃花坞里最讨厌谁？小辣和你交代谈了几段？说一下你的代表作吧。
你觉得最多余的污名是谁？陈星海。除了陈星海以外，第二多余的桃花坞最想加入的业态是什么？650。那你想踢走谁？你觉得是一见你就笑更好玩，还是嗨六更好玩？拉，太拉了，太拉了。我等等，我也有活着不止一个。记得把我的理由剪进去。没有理由，剪辑全是我们自己。那么问题来了，刚刚我们问了你很多犀利问题，你觉得桃花坞都会剪进去吗？剪进去之后你会生气吗？你会在心里骂我们吗？那如果你出了这个小屋，你跟别人会怎么形容我们的业态？我会说轰爆了。叫家属。现在你这个要叫家属了。叫家属了，我现在就叫家属了。咋了？快来吧，快来吧，快点，你这走不了了，你竟然走不了了，走不了了。他们在那骗你妹夫呢。快点吧，来，在哪儿啊？那儿。咋骗的？妹夫挺惨，快去救救他吧。拉，咋的了？拉，这儿的啦，我们在秘密空间。快进来。辣，他现在欠我们150个桃花币。为啥呀？输就这一会儿150啊！哎，这个问题完全都可以避免，但全是他一手造成的。我们每一个东西，如果他回答了之后，他都可以正确；不回答，我听听咋回事，你继续呗。那我能进来吗？你不行，你只能在门口。我就这样吧，就是现在这150就这么着了。我们就是如果再遇到你不回答的问题，我们不扣你50了，你可以选择家属代答。对，家属代答。没事儿，咱有钱，你就真诚的回答就行。行。辣啊！你先准备好300桃花币吧。哎呦我的天哪！今天也就这个数了。今天估计这是我俩的营业目标。家属来了，有底气了。哦，那么我们再来问一问刚刚那个问题。您的内涵和才华在桃花排第几？就是在第1。那你觉得涛姐和你比是差在什么地方？她的内涵和才华？没有进步空间。我有很多的进步空间。也就是说，涛姐已经没法再进步了。已经满格了。涛姐已经满格了啊，那她还排在您后边。涛姐是老师。涛姐是我老师，是我们的人生导师。然后你觉得老师在你之后？你觉得老师没有内涵？你觉得老师才华在你之下？其他人都不配跟你比，包括北京大学毕业的李雪琴。对，在我心里是这样。这个是你心里的答案，还是其他人心里的答案？还能问啥呀，梦姐？好，来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看你们夫妻啊，这种就是齐心协力，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准备问一下子你们的这个夫妻问题。如果你和小辣离婚，会和谁结婚？这个也可以家属代答。对，也可以家属代答。哦吼！你不知道小辣是好姐妹吗？你做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有一些伤害自己的？甚至会影响到小辣和关系呢？我只是会心里这么想，但不会这么干。你心里真的这么想？你竟然在心里想？你竟然在心里想？他就
妈呀！我被套进去了，出不去了。完了，星海。梦姐，那你还要输他吗？没事儿，咱输钱就当来这儿锻炼了。他现在不是输钱的问题，现在是要退圈了。最近一次心动是什么时候？我会选择雪晴。如果你和小辣离婚，会和谁结婚？雪晴呀。雪晴。哎呀，麻烦把我的空调开大一点，现在还在汗流浃背，真的是太吓人了。他们那个简直就是650的 plus， 以后一定要理性，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有点难度的，尺度是蛮大的，他肯定是有点心蹦蹦跳跳的。行，您继续讲您的故事。你继续讲你的故事。我没有故事可讲了。你讲讲你的故事。你讲讲你的故事，否则我还会再继续问的。对。啊，你问。你对雪晴有过非分之想吗？不是，哎，人家all in就这个呀，就这个待遇啊。你不 all in， 我们是在让这个世界，包括你自己更了解你，更了解你自己。你刚刚脱口而出，我不会那么做，但是我心里会这么想，是你自己没有看到过的自己吧？就让你自己更了解自己了，你知道吧？绝对不会再 all in 了，我绝对不会在我的以后再也不会为我的冲动买单。星海从你们液态出来的精神还会好吗？今天晚上星海都得做噩梦。究竟是噩梦还是美梦？聊斋志异在一次次的试探和拷问中，终于看到了海子内心深处的渴望。逃跑的时候，造梦计划就此开启。如果他想了之后，咱们就算数，好不好？来，走的。走，撤。走了。走。现在，我们走了。干啥去？逃离桃花坞。我们通过和陈星海这几天就是多频率的聊天中，就是得知他其实很想看日落。第二个就是他其实一直在跟我们念叨，他做了一个什么逃跑计划，然后很棒，他就一直想完成逃跑计划。那既然对于他的梦想中占了一个逃字，所以我们就是在开会的尾端吧，我们就带他走了，他也不相信。真的是逃离了。对啊，真的。不是你的造梦空间吗？是认真的吗？真的。是认真的吗？是啊。是真带我出逃啊？现在就带你。这就是你的造梦空间。这就是你的造梦空间，这么刺激啊！就这么刺激。知道为造梦空间花的值了吧？那太值了，对，100多值了。我给这个《聊斋志异》的后半段打一个夯爆了，确实那会儿有点 SSYP 的感觉了。然后全程因为也都是戴着眼罩的，很像我当时的逃跑计划的初衷。这咋？好了，小辣，你走吧。走了啊，拜拜。我们仨走了。你们慢点啊。我回去玩游戏去了啊。拜拜了。好好对海子，放心吧啊。你们给他绑上之后，我就是静悄悄的当这个司机，我就不出声呗。哎呀，你打开之后说不光有日落，还有小辣。哎呦我的天哪，我起鸡皮疙瘩了。你们俩从此就有了新的 CP 黄昏恋。你们会上车吧？我们会上，我们不上的。你眼里我们是什么人？你现在对不上的，我来关车门，我给你系上安全带。不是，现在你对我们俩太缺乏信任了。好。哦，司机老师到了，您坐这儿。好，师傅，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咱去哪儿。好刺激啊！我突然兴奋起来了。去这里。会出虫洞的吧？哎呦我天！会的。什么叫逃跑计划？这不还在屋里吗？这还不还在车旁边吗？哎呦不是，马上开了！你现在对我们保持点信任。好。
现在有这种就是离开桃花坞的真实感了吗？有，但感觉很像还在做梦，就是在造梦。要不为什么你开启的卡是造梦空间呢？先苦后甜。你这个钱是值的，对不对？值，超级值。看小孩松弛的，太开心了。哎呀！海子，你先知道现在多刺激吗？后边的摄影车、自行车全部都被跟上来。现在你知道逃离的有多彻底了吗？还有16分钟。哎呀！咋了？怎么你那么紧张呢？感觉？没事。我们昨天就有查了日落的时间，后来就有点慢，眼看就要到点儿了。咋了，梦姐？没事。咋了？没有。一碗小小泪悄悄流淌。哎，开哪去了？师傅怎么跟我们越开时间越长呀？重庆的路况要比我想象的复杂的太多了，就是它那个上桥下桥啊，我有点就是搞不明白了，所以我走错了。我制片人给我打电话了，干啥呀？我还叫姐，行，好嘞，拜拜。哇，这压力！周一姐跟你说什么？周一姐说赶紧回来。怎么还有10分钟啊？马上，快到了。因为我们是违背节目组的这个意愿，偷偷跑出来的。当时孤立无援，不能说话，不能用手机，看不懂导航。我真的感觉我那个心率都已经达到120了，我全程还不能说话，我当时紧张的要死。压力太大，现在我现在压力很大，我们这个压力好大。没事。不是，我们不是说担心那边压力，我们担心这个给你的体验不好。对，我挺好的，我也挺开心的。咋个办？别紧张。当时虽然有一直在看着时间，但是其实心里也是忐忑，就怕到了以后日落了，因为它那个马路没有斑马线，我没有办法下车，我们只能这样绕一个很长的路到那。前面是不是掉头呀？前面掉头。好的。我也好紧张。孩子，你现在可以，我摘下来了。你给他摘的？我给你摘。真的可以摘了吗？真的可以摘了。你不用等我。那你现在要先往左看。往右看。先往左。我先往左看。往这边看是吧？看。现在往右看。往右看。我们本来这里有很美的日落。我们是带你来看日落的。你能看到一点吗？你能看到一点点吗？那个地方红红的。可以。这里是最佳日落点。我们拍到了。还没有落的。只是还没有落，但是就到这儿，它刚好落下去了。没事。好伤心呀！真的想带你看个日落。我简直紧张的快哭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远。不，其实很近，但是因为重庆的路太难开了，就是那个。停着咱去，停着它。那个导航，
我走错了2次，急死我了都。对，没事儿，而且辣一句话不敢说。我也走错。没事的辣，没事没事没事。给我吓得我脚直发抖。好了，您刚刚有拍到日落吗？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可以给我们看看吗？哇，海子他拍到了。但是我的这个没事，没有特别没事，好看，没事，有就好了。就往这边翻。哇，在这儿。所以这边是绝佳看日落的对地方是吗？你看，好像是不是刚落下去？刚落下去。其实我们就是在没有掉头之前，我们俩都看到了。但我俩就想让你在这里看到一下啊。想带你看个日落。哎呀，没事。我都快急死了，这个肯定是有点遗憾的。哎呀，说来确实自己非常的内疚，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让星海看到夕阳了，所以就是哎呀有点反思，如果哪一个步骤再稍微快一点点，可能就能看到了，就是哎呀很自责，就是没事，我们再看看吧，现在也很好看啊。但现在没有日落了。哎呀妈，这群但我觉得过程好。而且你知道吗？我让他摘的时候，那会儿我以为那个红的是日落，还跟他说：“你看。”对，我也以为。怎么办呀？没有赶上，没有赶上，差一点点。完了，那种小小的遗憾。好遗憾。没事，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从屋内逃跑。真的吗？但还是很漂亮，很漂亮。哇哦，特别感动。因为我记得刚开始最初我那个逃跑计划的时候也说了，过程才是最重要的，结果不重要。我对于这个结果很满意，对于这个过程我也很满意，因为有点遗憾才是完美的。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他们，这个 moment 我会记很久很久很久。开心。造梦了。造梦了。你会有点开心吗？虽然有点遗憾没有看到。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真的吗？希望你的朋友和你都能天天开心。好。哎，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大胆。我也是，这是我从艺以来如此大胆，如此旷野。是，太旷野了。太旷野了。桃花坞其实就是可以允许很多荒唐啊，然后呢，就是离谱的各种事情发生，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这里就是好像真的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感觉，就这是独属于桃花坞这个小世界的浪漫。太阳落下才是我们梦开始的时候。是的。我真觉得日落之后才是做梦的时候，我们至少带孩子没有做一次白日梦，做了一次真正的梦。咱们几点给小何过生日？等他这个活动大家夜聊快结束的时候过，我到时候可能需要有人跟我一起去拿蛋糕和拿那个画符什么的。行。他怎么骗他闭眼睛啊？你要骗他闭眼睛，你就得骗所有人都闭眼睛。好球。乖乖，姐，我们到时候想办法骗小贺闭眼睛。就一会儿我们会跟他说，那个节目组有一个惊喜，让大家所有人都闭上眼睛。他玩个游戏吧，别惊喜。那玩啥呀？你闭眼呗。怎么改？怎么改？抓卧底不就完了吗？然后赶紧进去拿东西，然后我在这假装，我说狼人请行动，只有他不能动，对吧？那你分好哪几个组？就你俩，你跟恩丽呗。行，那恩丽你去拿蛋糕，我去拿本儿。好。因为我不怎么玩狼人杀，具体规则我记得不太清楚。现查的12个人是什么配置，然后怎么玩什么的。因为我怕他老玩呀，万一他老玩，我再干漏了，做戏做前套。哎，那哥，你先过来一下，咱在本上给小贺写个生日祝福，你还没写呢。
大家写，你看你写个啥？你快写，别让他回来发现。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去看一眼，咱踩个点儿。这儿吗？哦，这个。西西大王很双鱼、很感性那一面，我们这次终于见识到，非常用心的帮小贺筹备他的生日。就是我之前跟他和恩利聊天，就问他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吗？他说我希望我们这帮人一直在一起。我想说天哪，他的想法很纯真、很幼稚，但是我想保护他的幼稚。给招人了，招人了。请各位无名到用餐的地方，我们玩一下游戏。好死啊！好散啊！快点，小贺，玩游戏了。来吧，贺，玩会儿，咱就撤了。行，那咱们接下来就进行一个这个12人传统游戏狼人杀，咱们现在就是。哎呀！因为刚才呢，我已经在这边偷偷的把你们的身份发到微信里了。你要是没有收到微信呢，那你就平民。啊，那咱俩互相防着点啊。姐，你偷偷跟我说一下，你别让人看着啊。哦 ，OK， 好。我要给他安排一个有重要身份的这种角色，所以他的专注力会更多的集中在游戏上，他得思考。他要是个平民，他就纯搁那听，他很容易就发现周围在走动，所以我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大家都查看一下啊。但我没玩过预言家呀。傻子，没抽着你怕啥呀？没玩过。我就一平民。不是，哎，你给我发一狼，他们不第一个投我吗？行，开始演了，是不是？来。哎，我问一下，那个猎人是怎么玩来着？猎人就是你把他杀了，他死的时候，他可以开枪带走一个人。我帮别人问的啊，我就是平民。咱们这个准备好了吧，大家？好。天黑请闭眼。咱们君子游戏啊，没招着绝对不能睁眼啊，把小扇子挡脸上，所有人都得闭眼啊！来，对头。狼人请睁眼。小彩是狼人请睁眼。狼人，你们动静小一点啊！狼人。不是我们这叫。这个游戏很短哎，老师。狼人请睁眼。狼人要是那个的话，那眼睛太小了，对不上眼神咋办啊？狼人尽快定好杀谁啊！别拖延时间。狼人请互认，请问你们今天晚上要杀谁呢？他。好，是杀我吗？还是你个狼，你还在那儿杀谁？好，狼人请闭眼，守卫请睁眼。他。好，你去那边发。守卫，请确定你今天晚上是要守护他吗？你还有一瓶毒药，请问你要毒死谁吗？好，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是你的口糖蛋糕。因为他的生日我们没有办法陪着他，他可能要工作或者可能在别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提前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希望小贺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大人。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生日快乐！来，我们请贺总许个愿啊，来。刚好天气晴朗，桃花有生日快乐！刚好安静的床。
好了，吹吧。谢谢。生日快乐！这个里面有大家给你写的话，特别感谢大家。没哭出来吗？啊，我跟你说，开心的时候不需要哭，感动都在心里了。你会不会觉得闭眼睛闭很久？我一睁眼，我说都在玩 LINE 呢。大家都作弊。非常的惊喜，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这是涛姐的吗？对的。哎呀，谢谢涛姐。对的。哎我呀，校永远的骄傲，加油哦！还有那个他们写的那个话，很感动，带回去很好的收藏。这太好了。这是亮亮姐吗？感谢亮亮姐。耶！感谢西西大王。不客气。肖哥的在，继续翻。感谢肖哥的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加油！谢谢雪晴姐。不用谢。感谢安利哥，生日快乐！感谢那哥，么么哒！谢谢腾哥，谢谢龙哥，谢谢大家。来切个蛋糕吧。你最喜欢的烤肠和你童年的彩虹，我就是只能想到这儿了。姐姐呀，哎呀，谢谢。快乐。还有一个。哦，对，姐姐给你准备了你喜欢吃的章鱼烧。哇！因为那天我们问你的。对呀，我们要查探你的那种爱，真的是。然后说你喜欢吃章鱼烧，还有就是你说最有名的那家，对吧？是不是最有名的我不知道，但是是很好吃的。哎呀，我们还那个微博智取搜索了一下，我们搜了很久他喜欢烤肠跟章鱼烧。感谢亮亮姐。小心烫哎！这一看就好吃。哇，好好吃啊！好吃。来。哦 ，Captain，my Captain，Thank you。啊，现在手不敢伸到。哎呀，我这没有你陪伴。小贺，还记得咱们俩从什么事情开始结缘吗？在超市里。2块吧。咱俩失去了咱俩之间的信任。从三国时期，那不至于。但今天我们兄弟俩有了这个，这是咱兄弟俩最想要的一个东西。朋友们，看，做兄弟，在心中。给他了。你给我呀？你是怕自己没跑找个跑得快的是吧？送给你，烤肠机都可以搬回家，它只规定了存钱罐不能拿，但烤肠机可以拿。哥哥，我们俩一起呗。行。现在干吗，哥？那个礼花还有呢，刚给他过去。走，咱们4个就先就把这事干了。现在就干。呵，咱俩啥也不拿。就拿烤肠，就把烤肠机搬出来。哥哥，你永远是我的好哥哥。来，小贺，这是咱梦寐以求的东西吗？烤肠机搬走啊！当，这样。烤肠自由，恭喜！烤肠自由，小贺。这就说明这一年你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哎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它是我们的了，纸声声。哇！恭喜！是，再也不说你抢我的这个了。是，好好吃。不烫。是。谢谢巴总。哎呀，哥哥，哎呀。这种惊喜太惊喜了，我非常喜欢这种突然的惊喜。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蛋糕和礼物，包括后面梦姐他们不是出去了吗？然后他们也回来，还给我买了一个蛋糕。小贺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就觉得很感谢大家吧。然后还有像海哥和辣姐的话，他们俩半夜还过来，一人随了我50桃花币。祝你生日快乐！哎呀，那个啥，就是姐意思。
我觉得大家人都特别好。就他就是在被我们骗，然后他睁开眼睛，然后看向我们所有人的时候，那个眼睛亮晶晶的，里面反着我们的烟花，然后我觉得说天哪，我们这帮人就应该去守护这个眼睛。哎，你好，咱们这个烤肠怎么弄啊？我要烤肠。烤肠10桃花币1根。啥子啊？啥意思？10桃花币1根，原材料。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上百度搜索50公里桃花坞6，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新锐王牌实力派，出行去享更自在。本节目由问界 M6 行业赞助播出。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同城旅行指定赞助播出。夏日豆巴胺，成趣更加分。本节目由 M 豆赞助播出。哎呀，小 X 博士，你是男神。大宇赢贵人啊！我老贵了今天。他说今天有些匆忙，因为我们在拍一个毕业大戏，都可以参与一下。别在这安排，你别整了，你快点过来！我不是我呀。走了，各位老师，上课。哎呀，哎呀！啊，这节不体育课吗？哎呀，王子琪，你不学，别人还学呢。啊，咱就开始上课了啊！老师，小贺说唱团着火了。好喝吗？二都给我请出去！我们朗诵，哥们儿，朗诵。老师，你听我说啊，给我上外面朗诵去吧。老师，我觉得不好。各位污民，请带上龙珠到天台集合。要整大活了啊！哎，来了！我不是大哥吧？月光小赏联欢会即将开始。不知不觉，第6季《桃花坞的生活》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不说告别，就永远不会告别。感谢每一位无名的真诚奔赴。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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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拜拜。山水有相逢，来日皆可期。欢迎来到萌宠乐园。你这安全有保障没呀？你看我们精心准备的遮阳伞，遮阳伞更聚光了。哎呀，太甜了！你刚才说什么？我以为他在骂人。你老听了吗？上回也是他老听我骂的，我没骂的，太可怕了。来啥妹妹？哥个消费随便拿。这大哥太像样了。又一口气，我这一天。或者你跟我拍个 OTD，就随便跳个舞。没有，太抽象了。老板，萧敬腾哥说要拍。你跳这个，等，然后我跳。你往前走，我往前。哎。每周4、周5来腾讯视频看50公里桃花坞第6季，12点 SVIP 更新 ，VIP 次日12点抢先看1周。每周6、周日12点 SVIP 惊喜加更，看更多正片未播精彩内容。每周1、周2 12点 SVIP 更新会员专享衍生，超越目标物名物的心头号，物名趣事、花样好物和多面爱好等你揭秘。周中更有各种精彩花絮及艺人 Vlog 放送，更有不定期惊喜直播等你解锁。刚好天气晴朗，桃花又开放。刚好安静的窗，落一束晨光。刚好你的脸上有温柔荡漾。刚好人海茫茫，我们正相望。我们飞
天再次抬头望，又想起那时曾肩并肩一起唱，刚好所有的呼唤都有回响，刚好每一个夜晚都有星光。分别后的某天再次抬头望，又想起那时曾肩并肩看过的月亮。你又背起行囊。上微博参与50公里桃花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追踪感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桃花坞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网易小蜜蜂、新浪新闻、百度百科、Zaker、丽丽城传媒、知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